说到挖隧道的登沟机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品牌产品德国海瑞克。以欧洲为例，那里历来是海瑞克的地盘，但最新的信息让我颇感意外，中铁装备卖给意大利的登沟机数量居然远超德国海瑞克，这是怎么做到的？今天我请到的是我在隧道行业的一位几十年的老朋友吴晓波先生，他在德国生活了30多年，从海瑞克到威尔特，再到中铁装备德国公司，跟登沟机打了一辈子交道。今天我就请他来聊聊中国登沟是怎么在欧洲扎下根的。吴总啊，我们没想到会在这里见面。是啊，白总，我们有20多年的交情了。是啊，在隧道行业，这时间过得很快啊，是非常快。你这个20多年在中铁装备在德国的公司里边，我前2天我们不是在加拿大的年会上，我就看到这个海瑞克在意大利的这个销售的盾构都比你们少得多，但是欧洲是人家的老家啊，对，那你能够做到这样真的是很不容易的。我有的时候在想，这个每一个企业它的成功和它的失败都是有原因的。这个中国的盾构企业其实不少。对，我记得在20年以前，我是担任这个我们那个盾构专委会吧，就是原来严实力学前戚副院士下面的专委会，我担任理事长。那个时候，中国最多的盾构生产厂家有30多家。今天的话，我看现在基本上，那个比较活跃的估计大概5、6家吧。所以这个你来回顾一下，你认为你们更成功主要是什么原因？因素很多。首先，谢谢白总对我们的肯定。总体来说，我们也知道这个盾构机这个行业是一个综合因素，是个方方面面。我们经常说，一个成功呢，就说是我们叫画圈，一个圈算是一个因素，等若干个圈连在一块成一个环，这是我们目前所达到的。所以说，因素很多。可以这么说，我首先说一下，就说是，我在这个行业叫隧道盾构机行业呢，是从94年开始的。94年当时我在德国呢，是斯图加特大学第2个隧道专业硕士毕业以后呢，我加入了德国的 Weissenfreitag 公司。这个 Weissenfreitag 呢是泥水盾构，就我们这现在的气压式泥水盾构的发明者。是的。所以说我在这个公司呢工作了8年，以后呢又在海瑞克工作过2年从海瑞克呢我又跳到维尔特和 NFM 又工作了10年。从2014年开始呢，中铁装备呢收购了维尔特的盾构机，就是 TBM 这块业务把你收购去了。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在这个德国成立了中铁装备德国公司。所以说首先的第一个功绩呢，就是说是或者第一个重要性呢，就是说是我们叫双品牌，中铁装备维尔特。对，这样的话现在好像还是这样，还是这样。对，这个双品牌呢，让欧洲的很多老客户一说维尔特我们很了解很熟悉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我知道的，其实中国公司收购国外的企业其实也不少的。对，成功的好像就在盾构领域也有收购许多方马桶，法国的方马桶。对，那没有成功没有成功。对。那么为什么这会成功？这个里边你认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？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是双方的融合，这个非常重要。这个跨文化的融合就是什么呢？就说是我作为中国人，我们要了解欧洲人他们的思维，然后呢，也在工作过程当中充分尊重欧洲人的习惯，同时呢，也让他们对我们中国的企业要有了解。对，这个呢。说到这儿呢，就正好就是什么呢？因为毕竟我在德国，我从90年来到德国，所以说在德国到今年为止已经生活了36年。对，就是我在承包商工作过，
因为在承包商呢，我们经常是联营体，对，所以说一个联营体里头呢，有德国人、有法国人、意大利人、英国人、美国人，就是说这里头也存在着一个他们之间的跨文化、跨交流，就包括语言的不同、文化的不同、工作习惯的不同。对，所以说这方面我见了很多。是的，所以说自从呢，就说是我们中铁装备建立这个欧洲这个公司以后呢，这方面我们是特别注意的，就是我们要首先我们这是一个中国公司，这是一个核心点。中国公司有很多，尤其是我们国企、央企，我们有很多我们的强项。对，相对来说，我们也有一些我们的弱项。是的，所以说，我们就如何用德国公司把我们弱项来弥补。对，所以说这一点是我们当时考虑的比较多的。就是到目前为止呢，就说是我们在德国呢我们有销售团队，我们有技术支持团队，我们有项目管理团队，然后呢我们有售后服务团队，然后我们有配件库。以这个面貌出现给客户，客户就觉得就说是我把合同给你，我们有信心。就跟当时就说是6、7年以前，我们曾经比如说和德国的 Hochtief 谈，Hochtief 的当时隧道部总经理 Dr. Frank Eber， 这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。他当时就说了，他说 Thomas， 他说我需要看见你的配件库配件是满的。对。他说这样的话，我才能给你下一个合同，因为当时我们已经拿到了哥本哈根的盾构的合同，就是说 Hochtief 和外企合作，然后拿到我们这个，拿到哥本哈根地铁。但是他就说，下一个我会给你更挑战的，但是我要看见你的配件。所以说这就是说，就欧洲客户就是什么呢？他采购你的设备，他便宜这个事情，或者是它不是作为一个主要因素，它属于要叫什么呢？首先技术上，你的质量，他要认可。同时呢，就是我们这个团队要取得对方的信任，就说是经常就是什么呢？叫 trust。同时呢，他要认可你们有能力除了供应你的设备以外，你还有能力做好服务，做好配件供应。对，售后服务。对，那你就是应该有仓库了，在这里配件库。我们现在就说是有2个主要仓库，一个是在杜塞尔多夫，一个是在意大利，因为我们在意大利呢有大量的项目，大量的设备。因为当时我们那是2022年、23年集中在这2年，但是我们从2020年底、2021年开始，我们就非常密集的与主要的意大利承包商，包括 Webuild、包括 Gela、包括 Pisahotti，跟他们进行技术交流。这方面就说是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总部海外分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。很多同事，因为我们第2天要进行技术交流，很多同事德国时间晚上了，那就中国时间是半夜12点以后了，他们还在准备我们第2天的资料。就是在中国那边那很辛苦。所以说经常有时候我们就说，你欧洲客户我们能够提供类似于24小时服务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德国这边我们能提供全白天，我们提供服务。然后呢，第2天就是我们需要什么工作，我们留给国内以后呢，时差做，大概又有6个小时的时差，他们干活。对，这样的话，第2天早上起来，我们就能给客户提供一个很完美的方案。是的，所以这么看起来就是跨国公司就是利用时间差，还是一个优势啊，很多优势，这个优势很大，而且经常就是，前一段时间我很清楚记得我们有一个项目，就说是是在英国一个项目，可以说我们是和法国布伊格以及这个英国的 Murphy 进行技术交流，经常就是我们的回复非常比人家更全面，而且其实就是说，我们一共有一个大项，我们一共有6次技术交流，然后呢，同时有多次的技术反馈吧，技术澄清。对，就他们的隧道部经理叫 Bruno，
对，他就跟我说，他说托马斯，你们这个工作做得非常好，而且很及时，效率很高，很高。因为国内那边早上对上午干活，对，你到了下午了，你这里可以接上了，对，就可以拿到他们的成果了。对，是这样的，这个是这样的。就是我听下来哈，感觉是这样，你们的成功，首先是一个就是说中外这个两个不同的这个文化之间，在你一个企业里同时存在。对，那么怎么样把它很好的融合起来，非常重要，这就是一个跨文化交流哈。对，第一个相互尊重是吧？各有所长。对。那么第二个，这是对内的，对外的话呢，我感觉到你们就是说消除了那个客户的最大的一个担心，就是买了你的东西以后呢，各种售后服务是能保证的，对，是吧？对。第三个的话呢，反正时差是一个优势，差不多你们都能够白天晚上都有效果出来啊。对，你这边睡觉了，那边在做。对啊，这个我能理解啊，这就是为什么在欧洲你们比已经在欧洲的海瑞克这方面更有优势。那据我所知啊，这个欧盟的话，实际上欧盟的这些国家，他们如果要用欧盟的费用的话，它是还是各个国家自己还是有一定的自主权，是吧？对，它就是哪怕这个项目是欧盟的项目，但是它还是说可以决定采购中国的还是采购欧洲的，这个有这个自主权。那么我们中国的产品在价格上，在性能上，我们叫性价比，对，是优势是明显的，是吧？那么我就在想，问了一个问题，难道说是不是中国的产品在欧洲都能够像你们这样，设备、机械产品都能像你们这样一样成功吗？理论上或者原则上应该可以，但是这个过程当中，有很多具体问题。比如说，前不久有一个承包商跟我说托马斯，我们从中国买了一个变压器，很便宜，当时看质量很好，但是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呢，需要一个配件，他说当时我们来的时候，它只有1页纸的一个说明书，还是中文的，然后呢，我们根据说明书，我们打电话去发邮件过去，想买配件，找不着人，没有回答。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呢？这就是我想说的另外一个问题。就中国公司出海，首先第一点就是说它的文件要做的符合欧洲标准。当然了 CE 标准是另外一个，就是文件你要做的漂亮，就是而且要让人感觉到就是什么呢？你这个文件是一个按照欧洲的叫书写格式做的，因为我们中国经常我们的书写格式，尤其是国企央企是什么呢？那种每个行之间空子很大，然后字体也很大，然后呢每一段前面几格是空着的。但是欧洲没有这个习惯，就是每一段就行与行之间没有空格，而且之间距离很短，段落与段落之间有一个空格，然后每一段之间它是并齐的。所以说类似于这样的，包括我们使用的一些图片啊什么的，一定要非常漂亮，包括我们准备的文件，这一点是我们很多中国公司的弱项。这也是就是我们装备作为德国公司，我们在这儿就是说很多这些文件的格式，我们要按照欧洲的习惯进行重新的排版。您这个啊，使我想起来我30年以前的一个经历哈。对，那时候我们在引黄，我们是和奥地利公司合作，对，就中奥联姻体，记得技术负责人是 Ingo， 是个奥地利人。然后呢，也有一些中国的这个员工在里面。然后中国的员工呢就跟我说，哎呀，他说我们给那个老外，因为他是技术负责人嘛，对，交了一份报告。他说这个老外内容不看，他现在就拿一把尺先量一量，因为那个是个30年以前的格式，电脑格式还没那么完美，这上面空了几公分，左边几公分，右边几公分，下面几公分，不符合条件，内容都不看，退回去。对，是这样的。所以这个他们很形式主义。然后我听了以后，我也有感受啊，这个中国的管理人也不会这样。对，就说是这个格式一定要让人家，就当时我们一直在就是说什么呢？我们做出来的文件、技术文件、商务文件，要让客户一看见啊，这个文件和我们原来看见的格式是一样的。
对，就是他要这样的话，首先他心理上觉得就是什么，你不是一个新来者，你是属于业内的。吴总啊，我们今天谈的这个话题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哈。是，非常感谢你，因为时间关系啊，谢谢。我们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多交流啊。好的，再见，再见。